这一把的话，它叫做窄的剔骨刀，上面有写意大利制。它比较追求的是它的耐用性跟可靠性，它可以很方便去深入骨头的细缝，它是有弹性的。因为它比较有弹性，所以它能够贴着肉去筋膜。然后因为它也比较薄，所以它可以磨到比较利的力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。在我的频道里面呢，介绍了很多种的刀具。那其实大部分目前看起来是主要以日系的厨刀为主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敲碗说，我想要看看其他的欧系的或者其他品牌的刀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个意大利出品的刀子。一般我们谈到欧系的刀子呢，我们都会先想到德国的刀子，因为双人牌在台湾就是行销非常成功，所以意大利的刀子呢，在台湾其实知名度并不是这么的高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品牌叫 Sanelli， 那中文翻译名字应该叫山里尼。那山里尼他们本身呢是比较着重于是在出所谓的业务用的刀子，也就是工厂或者加工厂或是肉贩这些他们会使用的刀具。那业务使用的刀子呢，它跟我们平常介绍的一些比较高级的日式厨刀或者比较精致的刀具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它损耗率非常的大，所以它几乎每天是需要磨的，然后它每天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，因此呢，这些刀具必须要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。所以业务用的刀子，它并不是要追求超高的硬度跟超好的切割感，它比较追求的是它的耐用性跟可靠性。我们之前有谈过，虽然钢材比较硬的刀子，它可以磨出极致的力度，它会有比较好的切位跟切割感。可是你今天如果是肉贩的话呢，你其实并不是在追求切割感这件事情。你今天肉贩呢，你必须要追求的是这刀子耐用性，然后还有它的可靠性。所以这个刀子它的刚性并不是这么重要，它硬度并不重要，而是它的弹性，弹性会变成是相对重要的。那业务用的刀子呢，其实耗损最多应该就是所谓剔骨刀跟剁刀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介绍是 Sanelli 的剔骨刀。这一把的话，它叫做窄的剔骨刀。所谓窄的剔骨刀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有写意大利制。然后它钢材比较特殊的，它是说它钢材里面是有加氮的，所以可以让它的耐用性会更好，而且同时会保留它的弹性跟切割感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把是窄版的剔骨刀。窄版的剔骨刀呢，它蛮有趣的是，它是刀型是这个样子的，两个的差异性就非常的大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正常的欧式的主厨刀，这种是德国产的主厨刀，它就刀面非常的宽。那这种剔骨刀刀面就非常的窄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很方便去深入骨头的细缝，每个骨头细缝它可以插进去，然后把你想要的肉部分割出来。那如果说像有一些肉啊，它是有厚度的话，呢，如果是这种宽版的刀子的话呢，它会变得很不好活动，刀面相对的宽，所以呢，肉会或骨头呢，就比较容易把它卡住，而不方便在这些骨头之间的细缝去操作。所以呢，剔骨刀跟主厨刀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。剔骨刀它就是一个否剔骨的，就是把肉从骨头上取下来的一个功用。剔骨刀它可以非常灵活在骨头之间，或是骨头跟肉之间呢去转动、去扭动，所以呢，很容易就可以把骨头给剔出来，然后把你需要的肉给取下来。那这种剔骨刀呢，在英文叫做 narrow bony knife。bony knife 就是剔骨刀的意思，那 narrow 就是比较窄款的意思。那窄版的剔骨刀它跟一般的所谓欧式的厨刀的差异就差很多，它就很窄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剔骨刀这种东西，它有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它前面的尖端呢也是有弧度，就是方便你从这边插到肉里面，可以方便的插到骨头之间，然后慢慢的到这边去把它剖开，然后最后呢它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。那这个构造呢，一方面是它肉下去之后，可能有些地方它必须要比较大的施力，就可以用比较宽的刀面去处理比较硬的部分，就等于说你可能插进去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可能原本是插下不断的，然后一直插下去了之后呢，就可以转一下，它就会出了，关节就会打开。这个比较宽的部位呢，就是让它可以去处理比较heavy duty 的地方的。因为在处理肉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像处理牛肉啊这些手其实会油，牛肉跟猪肉啊手其实很会油，然后会它的油呢不只是油滑滑而已，它是会粘在手上的那种油，所以你不会很想要换刀子。你拿了刀子之后，你这只手就不会想去碰别的东西，因为你会不希望说这只手碰到别的东西沾到油，然后让你的手就很不好握刀。所以一把剔骨刀呢，它必须要能够处理所有剔骨的这个工作。然后这种业务用的刀子呢，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直接整个拿去洗，
整个拿去洗碗机里面洗，或者高温杀菌。虽然它是塑胶柄它是一个塑胶柄，不过这个塑胶柄我觉得握起来非常的好握。对它这样子握跟如果反过来这样子握，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它的塑胶柄呢，必须要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防滑的机制在。对，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木头柄的话呢，木头柄它质感的确比较好，手感会非常好。可是木头柄它容易滑。对，木头柄，而且木头柄它会怕高温高湿的环境。那像工厂这种可能每天都要消毒，可能甚至它可能会要泡漂白水状况呢，木头扁刀就非常非常不适合。所以一般的加工厂或是肉贩呢，他们很多都会选择完全金属打造，就是整个都是金属的，连柄都是金属的刀子，或者像这一种会比较便宜一点，这种就是塑胶柄的刀子。然后塑胶柄呢，这种它就是会有做防滑，还有做止滑。你们看，对，它是有做止滑的，所以它握起来呢，就算是戴着手套也不会滑手。在加工厂通常都会戴手套啦，那有些是戴像这种的乳胶手套，对，这种乳胶手套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会戴乳胶手套加上棉质手套。那有些如果是他操作比较 heavy duty 的话，他可能会戴那个铁网的手套这样子。那就是为了安全，戴上乳胶手套呢，它也非常的合手，不会觉得说滑或者是有隔阂感这样子。所以戴上乳胶手套之后也非常的合手。木质的刀柄或是比较平滑的刀柄，它戴上乳胶手套，有时候就是沾了一点油，它就会很滑，非常非常滑，就会操作起来就会变危险，而且不好操作，不好施力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这刀子，介绍到这边，然后会把 Salini 的购买链接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。另外，最近我应该都是每个礼拜一会固定晚上来直播啊。直播的话就跟大家闲聊一些东西，有关食物的东西这样子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就去看我的直播。我们礼拜一晚上，我们一起上线聊一聊。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法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这把它比较像是剔肉下来的刀子。它虽然它也是剔骨刀，不过它是比较属于剔肉之类的刀子。它刀子比较薄，然后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。因为它比较有弹性，所以它能够贴着肉去筋膜。然后因为它也比较薄，所以它可以磨到比较利的力度。它们两个钢材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并不是弹性钢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看它的刀子的厚度，刀厚完全不一样。刀子的厚度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刀子的表面呢，其实做起来就是很不一样，跟这个。对，然后它的反光性就不一样。这红色这个几乎是雾面不会反光，然后这个它还会有稍一点反光。因为你一天要挥这么多次刀子，要去切那么多肉的话呢，一个轻巧好用的刀子可以帮你省下非常多的力气。不然你